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月11号对日本进行了短暂访问，他也成为前往日本吊唁安倍的最高级别美方官员。韩国政府也派出了由国务总理韩德洙等组成的高规格吊唁团访日出席安倍的追悼仪式，吊唁外交引发了关注。除此之外，印度总理莫迪为此连发7条推特，表达对事件的震惊以及对安倍的悼念，并在7月9号为安倍举行了为期1天的全国哀悼活动。安倍过世以后，安倍所谓俯瞰地球仪外交以及印太构想还将如何影响岸田政权？日本一旦持续推进修宪，他的朋友圈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一起来洞察关键。安倍晋三遭枪击身亡，不仅给日本带来巨大冲击，也震惊了整个世界。多国政要或外交部门就此事发生表示震惊和悲痛，并对枪击事件进行谴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安倍晋三前首相在任期间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进行了努力，做出了有益贡献，对安倍的家属也表示了哀悼和慰问。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形容安倍为发展俄日睦邻友好关系做出巨大贡献。美国总统拜登、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印度总理莫迪3国政要发表联合声明，哀悼安倍，对其遭枪击身亡表示震惊。韩国总统尹锡悦向日本派遣使节团吊唁安倍晋三，称杀害安倍是不可接受的犯罪行为。印度、巴西、柬埔寨还为此举行了全国哀悼日活动，欧盟、北约也都表示哀悼。此外，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等曾与安倍共处的上一代政治家也表达了悼念。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德国外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在印尼巴厘岛开完 G20 外长会后，不约而同地改变行程，飞赴日本。只不过，贝尔伯克去的是日本的长崎市。分析认为，安倍离去引发的普遍的哀悼之情，也是因为在安倍执政时期累计出访170余次，足迹遍布80多个国家。从数据上看，是日本历史上出访国家数量最多的首相。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布林肯抵达日本横田美军基地参加吊唁活动，并与岸田文雄进行了会见，还转交了一封拜登总统写给安倍亲属的安慰信，并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为安倍离世默哀。布林肯呢，也是第一位最先赶到日本吊唁安倍的外国政府高官。布林肯表示，安倍在任首相期间，将日美关系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岸田首相呢，在会见布林肯时，也表示要继承安倍前首相的遗志，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那么，这凸显出美国迫切期待继续强化日美同盟的政治信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除了布林肯亲赴日本致哀，在此之前，当地时间7月8号，拜登还前往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吊唁，并在吊唁簿上签名留言。与此同时，拜登还下令全美所有的公共部门及军事基地、舰船、驻外使馆等降半旗至7月10号，以示哀悼。分析称，拜登非同寻常的致哀举动，折射出了不断加强的日美同盟。其实就在安倍出事之后，拜登就与岸田文雄通过电话。据报道，拜登在表示悼念后，两人讨论了和平与民主的问题，更重要的话题则是如何延续安倍的遗产。安倍遇刺之前等于是双头政治嘛，这个安倍虽然辞职退下来，但实际上还是在干涉政治嘛。但是安倍现在不在了，这个变化是比较大的，所以非常关心对外政策能不能持续。比如说印太战略、4国机制等等，美国是离不开日本这一个在亚太的战略支点。美国其实对日本修改宪法不修改宪法已经不是很关心了，因为凡是美国希望日本做的事情，都不会被宪法阻止。所以说，这个宪法能不能修改，对美国意义不是很大。事实上，安倍还常常以美国通自居。他曾经表示，我个人与美国的相遇要追溯到在加利福尼亚度过的学生时代，在美国学习生活的岁月一直在他心里占据着特别的位置。而他父亲任外相时最为重视的也是美日关系。
这些来自家族的政治 DNA 也在他后来的首相任期内开始发酵。安倍不仅认同美日同盟关系，而且对于搞好美日关系非常自信。当年特朗普竞选成功后，安倍迅速启动对美人脉，开始全面收集关于特朗普的各种信息，赴美与特朗普见面，构筑起了与特朗普亲切互称唐纳德和近三的蜜月关系，也彰显了同盟的牢固。众所周知，印太战略其实并非美国首创，而是安倍晋三的设想。早在2006年，还是首相候选人的安倍就提出了自由和繁荣之湖。随着时间推移和形势变化，2012年安倍第二次执政之后，日本政府对制定和推进印太战略日趋积极，不断加大投入，包括最先积极引导日、美、澳、印在印太范围内强化合作和安全菱形组网。近年正式提出日本版印太战略，并且联合印度先期启动，这些都是美方近期积极推进的所谓印太战略以及 QUAD 四方安全对话的雏形。前美国官员和专家认为，安倍对美国权力中心谈论该地区的方式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影响。自编机制也好，印太战略也好，它的这个军事色彩是多一点、浓一点，还是这个少一点？这是问题所在。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美国是肯定要把这个东西打造成军事同盟的，但是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到底有多大的意愿？这个是值得关注的。今年5月18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日本外相林芳正举行视频会晤。王毅说，两国领导人去年就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应以此为指引，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夯实两国关系政治基础。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双边贸易额从10亿美元增长到3700亿美元的超大体量，每个人都从中日关系发展中切身受益。作为地区两个重要国家和世界第2、第3大经济体，中日关系对于地区和世界已经并将继续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日本到底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日本政府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上是否还有小动作？这些都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问题。有分析就认为，随着安倍从日本政界的消失，岸田内心到底是否认可安倍的对华政策，这一点无人知晓。有媒体爆料，一位日本媒体高层在拜会岸田时，岸田抱怨安倍对华拳头举得太高，自己也不得不谈和中国的对立。对此，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教养学部准教授张望就分析称，这次日本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大胜，岸田国内政治基本盘中渐巩固，再加上少了来自安倍的压力，岸田对华将采取更具平衡感的制衡路线，即一方面大幅加强自卫队的海空战力，尤其是12式地对舰导弹部队在东海、台海方向的部署，并加强和驻日美军的协调。预计未来5年，日本军费会和北约看齐，大幅攀升到 GDP 的2%，以加速购买新装备，强化日本海空军和电子作战能力。但另一方面，富有外交经验的岸田也同时注重对华平衡感，避免过分冲撞中方底线。譬如在今年北京冬奥会上，当美英各国纷纷表示外交杯葛之际，岸田不顾当时安倍派的对华强硬声浪，采取了一个极为细腻的折中方案。不派遣日本政府的内阁成员赴会，但让半官方背景的冬奥会主席桥本圣子等体育部门首长参加，表达了对北京冬奥的支持。日前，产经新闻也分析称，安倍卸任首相后，在安全政策等方面持续发声，包括在涉台议题方面，还传出安倍可能访问台湾的消息。如今，安倍已经不再搅动局势，这可能会使岸田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赢得更大灵活性。从岸田上台以来的一些动向来看呢，岸田在安倍去世之前，还是受到一些掣肘的。即使安倍不出这个事情，岸田在这次选举之后呢，也是准备摆脱安倍的影响。现在呢，因为安倍被刺，已经有这么一种悲情的一种情绪在里边，可能难办一点。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接下来这个选举之后呢，内阁要改组出这个安倍的亲信，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如果他们被调下去，那基本上岸田文雄也就不会再受他们的牵制了。